美国和日本在演练火箭炮游击战，这种战术是怎么做的？怎么来破解？其实中国早有打算。观众朋友、网友朋友，大家好，我是付全少。近日，美军和日本自卫队在日本青森县八户演习场等地演练了火箭炮游击战。日本陆上自卫队的大约1400人和美国海军陆战队的大约2650人参加了这次演习。该演习根据远征前进基地作战概念，首次空运美军的海马斯多管火箭炮系统，以应对所谓的大国竞争。其目标非常明显，就是指向中国和俄罗斯。海马斯多管火箭炮系统被美军视为玩未来游击战的关键一环。这种火箭炮是一种轻型的模块化的多管远程火箭炮，它上面有好几个发射箱，既能发射火箭弹，也能够发射近程的地对地导弹。由于它的体积相对比较小，可以用 C-130运输机实施空运，甚至可以把它部署在战舰上来打击岸上目标。另外由于它的部署比较灵活，能够执行打了就跑的作战任务。千万别小看这种技术，它对我们来讲还是构成了一定的威胁。因此怎么对付它，我们必须认真研究。火箭炮的特点是一次能够发射大量的火箭弹，而且发射速度比较快，发射完了立刻撤出阵地，转到另外一个阵地进行再次的快速打击。因此对这样的一个战法是可以采取很多的方法来应对的。海马斯这个系统可以说是美军现在最好的火箭炮系统，但是该系统和中国的远程火箭弹相比，它存在着几个问题。一个，射程比较近，我们的火箭弹可以打几百公里，它大概也就是打几十公里。虽然它上面还配有近程的弹道导弹，弹道导弹的射程稍微远一点，但是也不过和我们远火的射程差不多。何况我们也有这种小型的地对地弹道导弹，因此在这个领域用火箭弹打游击战，恐怕美国不一定干得过我们。当然他们现在提出来把这种弹药配在军舰上对岸上攻击，那么这也存在一个什么问题呢？由于海马斯的射程相对比较近反舰导弹，特别是远程反舰导弹完全可以覆盖它的活动海域，因此它发射火箭弹之后，这些军舰还能跑得掉跑不掉就是一个大问题了。美国海军陆战队提出的这种用火箭炮实施游击战的方式，它的最大特点之一就在这种机动发射的火箭炮能够快速的转移阵地从而让你发现不了它或者是打不着它。但实际上这种战法很容易破解。首先用卫星或者是无人机对它进行实时的侦察和监控，那么你不论是转移到哪儿都能及时发现。因为这些火箭炮你如果配备在岛屿上，无论是比较大的这个冲绳岛，还是比较小的一些岛屿，比如说这个宫古岛上它的机动区域都是比较小的，因此你转过来转过去，你离不开的1亩3分地，那就比较好给你定位了。第二，我们用无人机进行侦察之后可以给它定位，同时引导远程火箭炮对它实施打击。火箭炮对火箭炮中国有优势，当然我们也可以用巡航导弹或者是短程的弹道导弹对它这些发射阵地实施攻击。那最简单的办法，用察打一体无人机对它进行侦察，侦察完之后马上就对这些目标发动精确的打击，从而
破解其火箭炮游击战这种战法和战术。中国在远程火箭炮技术以及火箭炮的精确制导技术方面，目前居于世界领先水平。因此，在这个领域，伪军或者是日本自卫队想通过打火箭炮游击战的方式来对付中国人民解放军，恐怕还得好好掂量掂量他的战法战术可行不可行。好，今天的评述就到这里，谢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期再见。